He saw it before it happened. 如果我告诉你这种等级的电影预告片现在不用拍摄，在家只靠 AI 工具就可以做得出来，而且我决定用这支作品去参加一个10万美金的 AI 创作大赛，你是不是很好奇我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在这支影片里面，我会完整的给你看我是怎么从一个想法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变成一支真正有故事、有画面、有情绪的电影预告片。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频道。最近 Alice 推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Alice Studio。简单讲，它不是单一的工具，而是一个把 AI 影片制作整合在一起的平台。然后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挑战，用这个工具做一支原创的电影预告片，就有机会拿到10万美金的奖励。我看到这个的第一想法就是，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东西吗？普通人用工具把一个想法变成作品，所以呢，我也决定去参加比赛。但问题是我能不能够真的做出一支像电影的预告片呢？而且我就想，干脆这样好了，不只是做一支影片，我把这整个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够从零去做出来。那在开始之前，我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先想故事，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用 AI 去做内容的时候，一开始就直接去使用工具了，但是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像没有记忆点，也是没有故事的。所以这次我给自己做了一个限制，我一定先要有一个可以用画面讲出来的故事。我这次的设定很简单，一个人开始发现自己正在被某个系统观察，一开始只是一些很小的细节，但是慢慢的他开始看到还没有发生的画面，到最后开始怀疑一件事情，他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到底是不是他自己选的。我会选择这个主题，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种被观察、被预测的感觉是很适合用画面去表达的，不需要有对话，只需要靠气氛、镜头还有节奏，就可以让人感觉到不对劲。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概念变成一段可以被看到的画面。现在我就可以进入到 Alice Studio 里面来开始用 AI 去生成第一个镜头。现在呢，我进入到 Alice 网站里面了，然后呢可以选择这个 Studio， 大家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Alice Studio。接着选择这个 Go to your projects， 然后选择创建一个全新的项目，选择 New Project。那这边呢就进入到了 Alice Studio 的编辑界面里面了。我来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它应该如何使用。那它有2种功能，一个是 Framing， 还有 Directing。Framing 呢，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去输入提示词，然后呢，它能够去生成图片，或者你也可以添加参照的图片。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创建一个图片里面的人物，选择这个 Add Character。这边呢，有一些 Alice 提前预设好的人物，或者是你想创建一个全新的人物呢，都是可以的，都是在这边去进行文字的描述，就可以生成相关的人物了。还有呢，这个 Add Location 就是你可以去创建一个场景，或者是添加这边 Alice 提前已经创建好的场景，都是可以的。使用这些功能呢，你就可以创建出你自己想要的图片了。那底下呢还有更多细节化的设置，像是拍摄的角度，这边呢会有不同角度你可以选择。以及呢拍摄的形式，有近距离拍摄还有远距离拍摄的，以及拍摄时候所用的灯光，还有呢就是你想要去让 AI 一次性生成多少张图片，你还可以选择这个标志。这边呢就是图片生成的 AI 模型。那现在呢最好用的就是 Nano Banana 2，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使用的这个相机的类型，这边有很多高端的相机你是可以选择的，或者说你要选择最新的 iPhone 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相机使用的镜头，以及这边呢你可以选择生成图片它的像素，还有呢它的长宽比例。那接着 Directing 呢就是你可以直接选择描述，然后呢去生成你想要的画面。这边也可以让你去选择去添加人物，跟刚才生成图片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这边去添加人物。还有呢这个添加场景，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添加场景了。那底下呢也可以让你选择更多细节，比如说你想要去生成多少秒的影片，还有画面的运镜是怎么样的，你也可以选择。生成语音的形式也可以选择，以及呢要去生成多少个影片。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开始去根据我的每个镜头，
让 Alice Studio 的 AI 呢去帮助我去生成相关的影片了。那这边特地提醒一下，这个 Alice Studio 呢，你是可以输入中文或者是英文，也可以是其他的语言的，它涵盖了几十种的语言。那这期影片由于我的作品呢是想要去参加比赛的，所以呢我就选择去生成英文的电影预告片，并且呢去生成英文的声音。那如果说你是去输入中文，也是可以去生成中文的语音的。那首先第一个镜头呢，就是一个人他走在夜晚的城市里面，看起来很平静，但是整个画面呢是带着一种他正在被观察的不安感，一切看似正常，但是细微的异常让人感觉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了。那在这边呢，我就输入了英文的提示词了，包括呢它的背景音呢也是有提供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加强你提示词呢，在这边你可以选择 Enhance Prompt， 那这边呢就帮助我去加强提示词了。其他在底下的设置呢就保持原样，然后呢就可以选择去生成了。那这边 Alice AI 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样的影片了，来看一下。这是一个5秒钟的影片，整体来看呢，细节呢都是非常到位的，和我想要去描述的场景呢是非常符合的，也有呢带有背景音，整个灯光包括镜头的运镜呢也是符合我想要的风格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做第二个镜头了。那这边为了能够让每个镜头都连接得上呢， Alice Studio 里面有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当我的镜头到达了最后一个画面的时候呢，我可以选这个 New Shot from Frame， 那么 Alice AI 呢就会根据我上个镜头的最后一个画面作为我下一个镜头的初始点，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我的2个镜头呢是连续的上的。然后在这边呢去输入提示词。那第二个镜头呢，就是他还没有做出行动，手机就已经预测了他的下一步，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这一刻呢，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被某个系统掌控。那这边呢 Alice Studio 就帮助我去创建了第2个镜头了，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呢，就是按照我的提示去进入到了下一个画面，然后也是一样，为了让每个镜头呢都是连续的，就把上个镜头的最后一个画面作为下一个镜头的初始画面，选了这个 New Shot from Frame。接下来呢就是下个镜头了，他开始看到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画面，现实和未来开始混在一起，事情不再只是一场，而是失控的开始。那现在第3个镜头呢已经做出来了，来看一下。然后下一个镜头呢，就是他开始意识到事情真的不对，从困惑变成不安。这一刻呢，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控制。来看一下第4个镜头。接着呢，就是用同样的方式把之后的镜头呢全部做出来。那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成品。It's happening! No, this isn't real. 现在做出来的电影预告片呢，其实已经很完整了，但是我还想加一些第3人称的旁白，去进行更好的画面叙述。那这个呢，也是可以透过 Alice AI 去完成的。我可以选这个 AI Toolkit， 然后呢，选这个 Voice Over， 这个呢，你可以选择生成音频的 AI。Alice 里面呢有最新的音频生成的 AI，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语言，这边呢有不同的语言你可以选择。如果是中文的话呢，有广东话，以及呢普通话也是有的。其他呢就是口音，还有稳定程度，还有音频的音效，像是你可以做出古董收音机的音效、打电话的音效，这些都是可以的。这边呢就输入你想要去让 AI 去生成的话，比如说我想让 AI 去说这句话，然后呢我就可以选择具体的声音了，可以选择这个按键。这里呢你是可以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去听的，比如说先听一下这个声音 Tell your story exactly how 再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Tell your story exactly how you imagine it. 在上面呢你可以选择声音的类型，然后呢可以选择性别，包括这个年龄段。那我想要一个比较深沉的声音，而且呢是男性的声音，
可以来听一下这个， Tell your story exactly how you 这个声音还可以，再听一下这个， Tell your story exactly how you imagine it. 这个呢不够深沉，再听一下这个。 Tell your story exactly how you imagine it. 这个声音呢，我觉得很喜欢，它比较深沉，而且呢，像是一个叙述的感觉，我就可以选择它了。然后呢，去生成声音，那很快呢，我的声音就生成好了，可以来听一下。 It started with something small. 这样呢，我就可以生成一段声音了。那最后呢，我把所有的段落，包括我的声音呢，都整合到了一起，放到我的剪辑软体里面。那在挑战规则里面呢，一开始呢，就是要填写这句话 ：My submission for the Alice Studio Challenge。然后呢，底下要有它提供了这个 Made with Alice Studio 这个水印。其他这边呢，就是我生成的10段影片，包括我生成的3段声音，这样呢就完成我最终的电影预告片了，是完全使用 AI 来做出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成品。 It started with something small. A pattern. He saw it before it happened. It's happening! No, this isn't real. 你刚刚看到的这一支，如果说是在几年前，几乎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但是现在，一个人、一台电脑加上 AI 就可以做到。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不是工具的本身，而是创作的门槛正在被拉低。以前你需要拍摄团队、设备，现在你需要的是一个想法加上一点执行力。如果你也想参加这个挑战，其实规则很简单，你只需要去使用 Alice Studio 去做一支30秒以上的预告片，然后上传到他们的网站，再发到你使用的社群平台上面，就有机会拿到最高10万美金奖金。重点其实不是规则，而是你能不能够把一个想法拍出来。那我会把完整链接放到影片下方，你可以自己去看详细的规则，并且我也会把 Alice Studio 它的注册链接去放到影片下方，你可以开始使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你会不会使用 AI， 而是你什么时候去开始用。因为现在很多人还在用以前的方式来做影片，他们会越做越累，甚至是做不到。但是另外一群人已经在用这些工具，用更快的速度做出更好的内容了。如果你不想被拉开差距，我非常建议你去看我的下一支影片。在这支影片里面，我帮你整理出了现在很值得用的 AI 工具，你可以直接开始用。